5月1日至5日，巴西农业机械展览会在里贝朗普雷图盛大举行。这是拉美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农业技术贸易展览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技术交易会之一。800多个参展品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参观者约19.5万人次。主办方称，农业机械交易额达到132亿雷亚尔。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次展览会上大放异彩的中国制造。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但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在一块面积为450平方米的玉米示范田上方，蓝色植保无人机喷洒作业的场景吸引了众多好奇又惊讶的目光。几百米外，10余架来自中国的工程和农业机械设备被前来参展的客户和供应商围得水泄不通。在本次展会上，苏州吉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展示了 EA30X 和 EAX30 Pro 两款最大载重30升的植保无人机。据悉，吉木无人机的双目视觉感知控制技术能够实现自主避障、复杂环境免绘测及3维重建，以及超低空高速飞行作业。其常温迷雾喷洒系统能够满足不同作物的喷洒需求。吉木拉美市场负责人汪慧介绍说，与巴西传统上使用的打药机、飞机和拖拉机喷药方式相比，无人机喷药具有残留更少、时间更灵活、覆盖范围更全面、更精准、经济效益更高等多重优势。目前，农用无人机在巴西仍属新鲜事物，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在巴西，规模化大田种植与精细化管理需要同时兼顾。中国无人机技术的引入，给了巴西农场主更多精细化管理的选择。画面中呈现的一幕就是拉美当地的几大供应商正在商讨各自要订购多少台中国的农用无人机。总部位于里贝朗普雷图的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巴西高端、中高端玉米种子市场的领军企业之一，也是吉木无人机在巴西市场的用户之一。在本次展会上，吉木与隆平发展携手合作，由隆平发展提供的3个自有品牌的玉米种子被播撒在吉木的室外农业无人机展区。在向访客展示中国高科技农机产品的同时，也推广了中国优质的玉米种植资源。隆平发展副总裁吴尚阳认为，中国农机新技术对传统机械的替代优势明显，农业无人机喷药既节省了田间作业的人力、用药等成本，又提高了作物产量，一举多得。开展第一天，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就收获了11台设备订单，包括一位新客户现场订购的 835H 装载机和 LD20D 推土机。后市场发力是中国涉农企业扎根巴西的一大特点。柳工于2015年在巴西设厂投产至今，已有19条生产线，以供给不同客户群需求。目前正加大研发投入拖拉机、甘蔗收获机及新能源电动设备等产品。柳工还计划今年在巴西兴建培训大楼，针对南美代理商们开展培训，提升后市场服务。此外，作为全球工程机械领军企业之一，徐工巴西制造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上推出纯电动装载机、牵引车、高空作业平台等11款纯电动产品。首次推出的 XT804 农用拖拉机在本次展会上广受关注，标志着徐工正式踏入南美农机市场。徐工巴西商业总监雷纳托·托雷斯说，徐工巴西的机械品类从工程建设扩大至采矿业，又拓展至农业，在巴西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领域拓宽。徐工的产品受到了越来越多巴西客户的认可，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产品质量不如欧美产品的刻板印象。而在本次农业技术展览会上，表现最亮眼的当属已经名誉世界的大疆无人机。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上带来了 T40、T10和 T20P 3款农业无人机，以及可以用于精准农业的 Mavic 3多广谱版本无人机。
其中 T20P 是大疆农业今年首次在美洲推出的新品。据大疆农业巴西地区市场负责人易家孝介绍， T20P 机型能有效适配巴西咖啡种植等中小地块的作业环境，不仅重量和体积较前一代机型大幅缩小，而且避障性能更强。大疆农业自3年前正式进入巴西市场以来，凭借业界领先的技术实力、优质的服务水平和强大的渠道优势，被巴西市场认可，销量连年增长。要说大疆无人机在巴西的影响有多大，小编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如今，巴西已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豆生产国与出口国。巴西大豆目前已能供给全球10亿人食用，大豆种植业及加工业也已成为了巴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艾默生·纳迪诺是巴西圣卡塔琳娜州的一名大豆种植园园主。为了实现提质增产，他每年都在摸索如何提高田间管理质量，而大豆锈病的防治就是当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大豆锈病主要是侵染叶片、叶柄和茎，严重的情况下则会影响到全株，使叶片变黄脱落，形成瘪痂。大豆整个生育期内均能被侵染，在发病初期，叶片上出现灰褐色小点，随后病斑扩大成黄褐色、红褐、紫褐色及黑褐色病斑。在有利的传播条件下，大豆锈病甚至能毁掉将近90%的收成。2001年，美洲型大豆锈病病因首次在巴西巴拉那州发现，如今已遍布巴西大部分地区。据巴西大豆种植者协会统计，在大豆锈病刚被发现的前2年，整个巴西由该病害引起的产量损失达401.1万吨，价值8.8亿美元。如今，科学家与农户在和大豆锈病的抗争中开发出了很多个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包括选用抗病品种、营造良好的排水条件，以及每年6月15日开始实施90天的休耕期等等。但当中最为重要的依然是加强田间管理，适时喷洒药物。为了探索更为先进的大豆防治方案，艾默生·纳迪诺在2021年选择使用大疆农业无人机进行喷洒作业。艾默生·纳迪诺表示，在他们山区，大疆 T16农业无人机每天可以喷洒600亩，每个小时可喷洒75至90亩。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大豆锈病的防治来说，及时迅速的药物喷洒是关键。农业无人机的灵活性则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在使用大疆植保无人机之前，艾默生·纳迪诺使用拖拉机进行打药。他们曾统计过，使用拖拉机打药，由于揠苗会造成大约5%至7%的损失，而使用无人机打药则不会存在上述问题。在作业效果上，艾默生·纳迪诺表示，大疆 T16农业无人机的喷洒效果要相比传统的喷洒方式更为均匀，而作业效果最终也反映在了产量上。在使用无人机后，每公顷的产量要相比过往高约 1.2 吨。另外，每遇降雨，拖拉机轮子容易陷入泥地并发生打滑，在山区作业存在安全隐患。无人机作业不仅避免了此类危险的发生，还能减少操作员与药物的接触，极大地提升了作业安全性。艾默生·迪纳诺表示，使用大疆农业无人机作业，除了降本增效，还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使用直升机或固定翼飞机打药，由于无法在作业过程中规避非作物区域，同时飞行高度较高，很有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而使用农业无人机则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环境保护。据小编统计，截至2022年9月，大疆农业无人飞机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万台，累计作业面积突破30亿亩次，累计减少3000吨农药浪费，累计节水8700万吨，相当于1.5亿居民1年的饮水量，累计减少碳排放1029万吨，相当于为地球种树6.3亿棵。产品销至6大洲的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以及咖啡、茶叶、柑橘、棉花、甘蔗等主要经济作物。中国涉农企业产品在巴西市场上为何受欢迎？巴西国际贸易和农贸专家亚历山德罗·罗德里格斯分析称，数据显示，巴西今年粮食收成将达3.125亿吨，与2022年相比增加4010万吨。粮食丰收将刺激巴西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田间生产力需要提升。其次，巴中关系稳定向好，农业互补性超强，巴中农业合作驶入快车道。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在国外出名的中国制造？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